反正哪边老人多，那应该就是当地的蛋黄区。我的判断是这样。你说老人有什么战斗力？不是，老人才是资产方他们口袋都很恐怖，他们买房子都几乎不贷款。然后老人跟菜市场，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因为你一个菜市场要成型，又没有那个政府的力量去规划去让他们去卖菜或干嘛，往往就是一条公寓街，然后底下就变菜市场了。好，请问这样发展起来要多久？我跟你讲，少说10年、15年那终于人口都扎堆在这里了，附近房子又矮，塞不了多少人，又如此之热闹。好，这就是蛋黄区这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所以我一直在研究的也不是说哪个重划区，然后超爆干强，现在炒作的多厉害多厉害，我赶快去跟，我也没有做这样子的安排，我都是看旧市区的老旧中古因为那个真的是无敌的蛋黄区。少子化下，未来房子是要卖给谁啦？有谁能接手这些房地产？先说结论如果你买在蛋壳区那你真的要认真考量这件事情的破坏力。但如果你买在蛋黄区，就不用怕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出租的老中古该拿回来自己住吗？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未来房子是要卖给谁今天来聊一个新闻这个新闻的标题我来念一下：生育率直降，未来房子卖给谁？他问为何要买房投资？网友分析都市化难挡简单讲一下这新闻就是有一个网友在迪卡发文，讲台湾的房价高居不下，新的房子他们毛起来盖，重划区一直开，可是台湾的生育率持续雪崩下滑，那甚至学校都不断的关门，未来房子是要卖给谁？好问题这真的是个很好的问题。少子化一直也都是这个居住正义大侠口中的一个必杀的武器那就是大家都知道生育率下降，然后班级的人数变少非常的多。像我读国小的时候，一个班35个人很正常一个班40-50个人的我也是有听过。我以前念国中的时候到43班，我记得然后每班都是差不多37、38人那像我现在亲戚的小孩在读小学一个班还有20几个，在板桥。对啊，所以未来这些房子到底谁来接手？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念一下。竹北市为了平息全国收入最高的竹北新住民孩子没法就近入学的怒火，那新竹政府3年之内赶工了2所小学、2所国中，另外原地扩建1所国中。然后彰化的大城乡112学年度只剩下3所国小、1所国中。那我补充一下彰化的内容，就是家长地方人士不论抗议丢鸡蛋提告彰化县政府的像总统陈情先生下跪，都是改变不了学校会消失的这个现实。彰化真的是就人口外流区啦，那跟竹北的待遇真的是天差地别。所以你要知道，少子化不会影响蛋黄区。先插一下题那个彰化真的是很夸张。我一个朋友是彰化人去年生小孩，然后请爸妈帮忙带就搬回彰化，小孩的户籍也给他放在彰化。然后他说他去户政事务所报户口的时候，那个事务所欢声雷动，承办还站起来欢迎他，说这是他们今年第一个来报小孩户口的家庭，然后给的补助也蛮多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彰化的新生儿的数量真的是严重锐减好，扯远了我们回来。那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个问题就没有发生在竹北？竹北的国小、国中就还不够嘛？原因很简单，大量的人口移入。你看这张图这张图写的是5年之内彰化县减少4万人，竹北新增超过2.3万人。这还是今年7月的新闻来，你看标题我念一下：全台人口负成长，这一个县市逆增7.7万。这一个县市讲的是新竹新竹5年之内增加了7.7万人。好，你猜7.7万人有多少是青壮年？我随便猜应该80%以上吧，这样才合理总不会是7.7万个老人就这样，然后呢都跑进新竹就不奇怪这边工作机会就是最多，然后薪水又高，所以有一大票的年轻人疯狂的涌入，不就这样吗？竹北的房价就是变态，也是从这边过来的，因为它人很多
竹北虽然我们听起来就不是什么重要的六都，但它真的是它那个当地的地狭人稠，然后人又有钱哦，都市化高度的城市还是招生过剩。这个也不用我讲了，你想一下就知道。我问你哦，那你有听过哪个台北市的朋友在讲少子化危机的吗？来看这张图，内容我就不细讲了。这个是台北市教育局的新闻稿你看红框处就好来，发稿日期113年4月10号今年4月的新闻公立学校新生分发，第一阶段额满学校共计36校。你看台北市的小学有36间招生还是额满的。那这个就是蛋黄区的威力这就是台北市的威力那你说少子化会影响台北市房价吗？屁，这就是蛋黄区的威能。你说这个少子化会影响房价，对，这个事情会发生但它真的会受严重冲击，就是那个蛋壳区。相较于台北市来讲我讲彰化是蛋壳区，这应该没有问题吧？那事实上问题也不只是少子化。而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人口也会移入移出嘛，彰化少了4万，那你就算2个人一间房子那就是少了2万个居住需求，然后新竹多了7.7万，就是还需要3.9万间房子所以新竹的房价才会如此之令人高攀不起。那我们来回答最前面的问题，未来房子卖给谁这个问题对居住在蛋壳区的人来说确实是个很巨大的问题。但是对蛋黄区来说就会回到说那谁开了价钱高我就卖给谁不就这样吗？那我们今天聊了未来房子要卖给谁。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新闻就是有网友在迪卡发文说，现在少子化那么严重，现在买的房子未来是可以卖给谁，会变得没有人接那我跟你分享了说蛋黄区跟蛋壳区的差异，像是新竹现在还是国小盖不够用的那他所担心的少子化在新竹就几乎是看不到，但是在彰化就真的有少子化严重的冲击了。那彰化就大概就是几间国小几所国中这样，所以确实有被很严重的影响到。然后我又跟你分享了我的分析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人口迁移。彰化在5年之内搬走的4万人新竹在5年之内搬进了7.7万人。你说新竹要怎样有那个少子化也影响到当地的房价。另外我也举出了台北市的国小来作为例子那作为蛋黄区的台北市，大家都想要挤进去，所以他今年的小学还有36间满招。那少子化几乎没有在影响台北市。回到一开始的问题，未来房子卖给谁？那就是蛋壳才要去担心的问题。蛋黄一样，谁出价高就卖给谁。我都会先讲不然怕忘记。那个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我最近在做的玩具买房阿元高雄地图。这个是我做好玩的啦。你也知道我现在都住高雄嘛，没事我都跑来跑去吃吃喝喝这样。索性我就把这些 YouTube 有推荐好吃的跟好玩的都在地图上标一标真的我平常没事我也是看一下人家拍高雄美食在讲哪些店，我就去吃这样。然后顺便把我做的重大建设功课我也给它写上去。如果你放假要来高雄玩，或是来高雄看房子都可以来看这张地图，那就可以看一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或是有哪些重大建设。你如果想要看这张地图的话，你就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或是点开资讯栏的连结就会看到了。你也可以在 LINE 传给别人那记得要用浏览器打开不要导引到它的 Google Map 上。Google Map 这个 App 打开后有问题，就用浏览器看就好了。那顺便再推荐一下高雄自产的房仲店，我自己是都找高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的房子都是他们帮我处理的超过10年了。除了一般的买跟卖以外还有其他有的没的帮忙整理装潢拉租金或是出租找租客代租代管他们都能帮忙真的我们合作很久了我跟他说好一个行情价基本上都是可以卖到这个行情价格稍微往上一点点，速度蛮快的。没事他也不会一直来就打扰我们这样。我是真的很信任他们我现在的买卖持续都还是跟他们做所以你有房子，高雄房子你要买或者你要卖你要装潢什么的，那你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 说你是阿元的观众那助理他们就会好好的去服务你。我自己也有加他们平常也会 po 房子嘛，我跟你都是看一样的房子真心推荐。现在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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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 记得说是阿元观众
那我也知道台北人虽然很多都跑来高雄买房子，可是台北人其实更钟情于自产台北。一堆人问我，有没有推荐的台北房仲？这是只能抬出我的前辈了来，这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台北市、新北市他们都有服务新北很远远到淡水他们都有服务的，买或卖都 OK。这位前辈也是很厉害只要是台北相关，我有不懂的重大建设或工程进度，我也是都问他。他在地产圈也是很有名主要服务高资产族群。但先说前提你要自产台北市，你实力就要够，这个是全台湾最顶级的巅峰战场自备要大概500以上吧，这就是常态。好啦，台北跟高雄我最推荐的房仲我都跟你讲了那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平常没事的时候就看一看他们 PO 的自产物件。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有钱。讲八卦，少子化的解法是什么我先说少子化它就是必定会发生的事情，这些我们都不需要什么摸着石头过河，这个都是什么日本、新加坡都表演给我们看的，我们抄作业就好了。好，那先说结论，就蛋黄区之后自产，如果你是长期主义者，你要长期自产，你就是选至少对当地来说是蛋黄的区域就好了你不要一看看整个台湾，那这样的话搞到蛋黄你只有台北市。如果你以整个新竹来看的话新竹有自己的蛋黄区，去那边就好了各地的蛋黄区。好，那为什么呢？我举一个我很常跟那个观众讲的例子，就是说来我们来看那个台北市的捷运站忠孝复兴站。忠孝复兴它是板南线跟文湖线的交汇点，文湖线它的地位是把人带进内湖科学园区上班然后忠孝复兴蓝线的地位就是它是神，好，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忠孝复兴附近的大楼盖得很高吗？好几千楼吗？我讲几千楼是故意的为什么？因为很依赖当地交通枢纽，就那个忠孝复兴站去上班、去生活、去干嘛的好几万人啊，对不对我以前是啊，我以前都要在那边转乘啊那有好几万人，甚至好几十万人可是你当地的那个忠孝复兴捷运站你半径画到 0.5 公里，这已经很远了在地图上 0.5 公里范围很巨大咯。请问真实世界物理空间上这边能装下多少人？其实也没装几个人，几千人而已那这就是为什么蛋黄区会持续崩不了的核心原因，就是因为它物理上它就没办法塞得进那么多人。如果今天忠孝复兴捷运站它周边半径 0.5 公里之内的大楼全部都给它盖大楼，然后每个大楼都350楼这么高，好，那就会僵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人都够住你这边这一户要卖贵 OK 好，那你这附近马上就有人卖的比你更便宜，好，那你价格就上不去，就会僵住。可是现在的问题是那附近那么多的老公寓然后大楼也不高，什么15楼14楼的这种，它物理上能塞进去的人，就走路能到忠孝复兴捷运站这个距离上，物理上它就塞不了多少人，几千人啊，差不多就这样了。那你要它房价怎么不涨？因为几十万人在这边上班下班都要路过这边那像忠孝复兴捷运站，我对它特别有印象是，现在有一个叫什么 BR4 是不是？就是紧贴着捷运站的那个一个，我不知道它交屋了没预售案你看都知道，超小坪数，就是你到文湖线的那个转乘的月台你会看到旁边的大楼。我离开台北的时候，它还在盖了好，那个大楼它在预售的时候我去看过了，大概套房2000万我看的时间大概是2019它出来了没？也忘了。好，总之就是套房2000万。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说，干2000万是啥小？2000万的套房，然后还有2房，还有3房它的样品屋也盖在那个基地，我都去看过，我就觉得很扯啊那时候的房价就觉得很扯。好，那现在看起来回过头去看，这个都叫便宜。这些人为什么不担心少子化，以后房子没人买？这么贵的地方这么贵的地段，一样因为需要的人太多，想要的人更多那个忠孝复兴走路就会到，他真的过个斑马线就是那个百货公司这种绝佳地段，还配个平面车位，几乎是无敌的条件，他根本不需要担心卖不掉，只要有一个人
跟他买就好了。你房子又不是像 iPhone 一次做几百万部，一批一批几百万部这样的卖，那你当然会担心有人不买嘛。你房子你才一户你全天下你只要找到一个人愿意跟你买，这样就好了呢。那忠孝复兴这种蛋黄中的蛋黄，它的威能就是这样。那我所认为的少子化的解法，就是你接下来的自产，你要是担心少子化，那你全部都买当地的蛋黄，就轮不到你去担心。就是这样。好，那我举个例子我刚讲忠孝复兴这个全台的最强的地方，那以高雄来说的蛋黄区在哪里？我也不认为是一些新兴重划区我认为就是旧市区、老旧镇市区为什么？这些人不会走的啦。这些老人住在这一辈子的亲戚朋友全部都在这，他不会走的啦。然后这里的房子又矮，塞不了多少人。然后我们现在看都觉得还好，可是再过20年再过10年、15年、20年，那个老公寓或老透天，它都更的效益就会剧烈上升。正市区就是我认为的蛋黄区。我还有一个判断的标准，你听听看就是菜市场跟医院。反正哪边老人多，那应该就是当地的蛋黄区。我的判断是这样。你说老人有什么战斗力？不是，老人才是资产方他们口袋都很恐怖，他们买房子都几乎不贷款。然后老人跟菜市场，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因为你一个菜市场要成型，又没有那个政府的力量去规划去让他们去卖菜或干嘛，往往就是一条公寓街，然后底下就变菜市场了。好，请问这样发展起来要多久？我跟你讲，少说10年、15年那终于人口都扎堆在这里了，附近房子又矮，塞不了多少人，又如此之热闹。好，这就是蛋黄区这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所以我一直在研究的也不是说哪个重划区，然后超爆干强，现在炒作的多厉害多厉害，我赶快去跟，我也没有做这样子的安排，我都是看旧市区的老旧中古因为那个真的是无敌的蛋黄区。它就是一定会有人，你那个高雄正市区，我随便乱讲像高师大旁边高师大旁边也算医院附近它的学校后面就是那个凯旋嘛，民生嘛，对，高师大那一圈好了，它要怎样不是蛋黄？它要高师大什么时候会灭校？应该不会吧？高雄医学大学也是一样，那附近什么时候会灭校？不会吧？要是连高医大都出问题了，你看。其他的学校是不是都灭得差不多了那这个就是除了在那边上课上学的人以外，是不是老人一大堆那老人他们都是实力资产方，我会去选这个地方那为什么我选那里？我就完全不用担心少子化，因为它就是很热闹的地区，又靠近医院，又靠近学校甚至那个医院自己就是学校。我在讲高医大好它旁边都是矮矮的中古屋，甚至是透天。这不会倒的啦，这个要怎么倒？所以少子化就不会是我要担心的事情。但我举例像那个，如果我现在我去看到那个，我乱讲六龟我乱讲茂林或美浓或旗山，这个我就会怕当然旗山有旗山医院但是我就会怕，就是少子化一扫下来，那边立刻就会遭受冲击。但是要怎样冲击到正市区的矮矮的房子，装不了多少人的蛋黄区？所以不要讲呢我真的是没有在怕少子化的。你又大学校，你又大医院，少子化扫到你这里，我看这个台湾早就 GG 了并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少子化必定会发生，但一直都会去有政策去做平衡。我之后再来拍一集印度劳工，对不对？这是谁？这是新加坡的作业，我们正在抄，不是演你而已，是正在抄。你知道印度劳工台湾已经开放1000多名了吗？在试办了1000多，来试办直接给你1000多人，试办就1000多人。他不是说20人、30人来试，不是第一批直接1000。为什么？因为他的目标是10万人。来，这1000个印度员工那个什么强奸、强暴的事情，那个都后话都在研究我要表达的事情是1000人晚上吃喝拉撒住哪里？公司宿舍。你哪间公司这么大间，你可以提供1000个人的宿舍？你一间算8人床环境很不好的8人，你自己看你要提供出几个房间？你那建筑物的规模会有多大？然后政府试办直接就1000这很夸张的事情呢。所以少子化会不会发生？会。那移民同时也会去开放，他会尽可能的去
这个也很难表达。总之就是少子化会发生，但房价因为移民的关系甚至一些商用不动产，它的价值反而是很容易会不小心轻轻一推，它就会提升的为什么？因为移民人很多，而且移民进来速度很快。你自己看我们台湾要在用政策少子化办公室又怎样下达了一个终于见了成效，台湾新生儿1000人，这件事情代价有多大，负担有多么的沉重。可是开放印度劳工进来就进来直接1000呢，1000还是事半呢。那以后变成每个月5000的时候，那有什么好担心的？所以少子化一直以来我看起来都是假议题，因为真正论少子化很严重的地方，比我们严重的多的是日本啊，对不对？它不止少子，还加高龄，都走得比我们还前面。结果它的都心地带的房价现在也是历史最高，嘿啦，就这么抄作业就好了所以如果你会担心少子化，则你就是买在蛋黄区这正市区的蛋黄区。基本上在你这辈子里面，除非国家发生什么事情，否则都不会有你的事情给你参考。